我一直觉得每年的本硕应届生特别的可怜，不仅仅是因为秋招找工作的不容易，更重要的还有这个东西——毕业论文。作为一个6边形战士，应届毕业生你要一手抓考公，一手抓考研，一手抓实习，一手抓校招，然后同时还要完成毕业论文，太变态了。尤其现在秋招已经进入末尾了，来问一下大家现在有没有在面对毕业论文的问题？然后大家现在毕业论文进度怎么样了？是写了呢？实验做完了呢？还是一个字也没出呢？欢迎把你的进展打在公屏上。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孙老师就教给大家本硕的同学如何快速干完毕业论文。大家注意啊，就是本科和硕士，如果你以后不打算进学术圈，毕业论文这个东西，我们核心只有一个思想，就是要快。原因很简单，我们兼顾的杂事太多了。你说又不在学术圈混，你这个论文写得多好，也不能挣钱，对吧？我们找工作，我们考公考研，那个跟我们前途相关的是更重要的。那怎么着才能把论文写得更快呢？一共就2点：少走弯路和容易执行。怎么才能少走弯路呢？我在这儿总结了4个毕业论文的写作关键，来大家看。第一个叫工作量，大家注意，本科硕士的毕业论文最重要就是工作量，就是篇幅你得凑够。你别管你研究的深不深，或者说是不是学术垃圾，但是你篇幅够了，最起码保证一个态度。官方的说法一般来说，我总结就是说，本科你要写1万字以上，硕士写2万字以上，但实践下来这个是不太够的啊。我实际体会下来，本科差不多你要2万加，硕士要3万加字儿，然后整个的篇幅呢要逼近100页才算比较稳。当然具体的篇幅还是要看导师的要求啊，有的好的导师可能说7、80页就行了。那欢迎大家把你的导师对你的论文篇幅要求打在公屏上。第二，研究点，论文区别于设计，就是说设计是你设计什么东西，你可能更多是计算，研究是说你研究了那些东西，有点像我们平时炒菜啊，排列组合。比如说炖豆角在没有炖熟的时候容易中毒，被戏称为赛农药。那我们现在要研究一种新型的更安全的炖豆角方式，我们就可以设置以下研究点：第一，烹煮时间不变，不同配菜组合对豆角毒素的影响；第二，配菜不变，烹煮时间对豆角毒素的影响；第三，配菜时间都不变，食材生长周期的影响。比如说发芽的土豆能否以毒攻毒？我回看的时候发现黄老师在《向往的生活》里已经研究过了，还给丹丹老师又吃了一次，真的很有科研精神啊。第四，有研究发现酒精能消毒，那2斤黄酒不加1滴水对豆角毒素的影响。第五，不同品牌、不同浓度、不同体积的黄酒炖出来豆角毒素的影响。好，第三，创新点，别人炖豆角加盐加水，我炖豆角加渤海水，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人这么炖，那我就创新了。我甚至还能取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的海水过来做16组横向的对比实验，论文标题就叫基于海水替代法的新型豆角高温烹煮方法学及独立学研究，一看就很有深度，对不对？来，欢迎大家把你的论文题目打在公屏上。好，第四 ，a little bit 深度啊，大家注意这2个词 ，a little 还有深度什么意思？就是硕士毕业论文，这个特指硕士毕业论文，它相比本科毕业论文，除了要研究以外，还要有一些创新，而且创新要有一点点深度。什么叫有深度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在创新点之上，你再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设，比如说海水很难获取，运输成本也高，不经济划算。水资源短缺一直是我国很多城市面临的一大问题呢。节约水资源应该从我做起。海水里面的溶质主要是无机盐，洗脚水里面也有很多无机盐，而且洗脚水的制作成本低，运输成本为0，还能随时生产，还不受上下游供应链、温度、气候等条件的影响。溶液的理化性质非常稳定，不易分解。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加入不同浓度的洗脚水对炖豆角毒性的影响，一听就非常有深度，对不对？好，以上就是毕业论文写作的4大关键，我们再看怎么才能写得快啊。第一个最重要的点，选成熟的题目，切记自己开脑洞。很多同学毕业论文憋不出来，是因为你的实验数据不行。来问大家有没有自己的实验数据，怎么做怎么不符合预期的，对吧？你做完了以后得到一坨屎，然后不好意思只能重做，重做以后得到一坨新屎，然后你就会郁闷怀疑人生。其实这种时候啊，就是跟你的能力啊、什么实验操作技巧关系并不大。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你选了一个不好的题。成熟的研究方向的好处是，课题组已经很深的积累了，你的前辈们、你的老师，包括你的师兄师姐，他们已经帮你趟过很多雷了。只要你按照这个题目继续往下做，你大概率很容易就能够得出一个比较符合预期的数据。最怕的就是那些完全未知的、很新的探索式的方向，甚至很多人脑补出来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根本走不通。比如说，很多老师之前研究都是生化环材了，研究材料了，研究生物的，然后这个时候呢，突发奇想，大模型不是很火吗？咱们来研究大模型吧！啊，刚好你会写代码，是不是？去吧，研究吧，这个就是你的论文题目。这种你就死翘翘了，因为这个东西能不能出成果，谁也不知道。而一旦遇到了研究卡点和问题，老师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助力你，只能你自己开门见去。好，第2点，搭框架也可以被称之为写目录，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写论文，你脑子里一定要先有框架，先有个逻辑。下笔之前，做研究之前，我就要先对整篇文章我要干什么，怎么干，我
大概会得到一些什么数据，我要怎么去分析，得到什么结论，先脑补个大概。一般的套路是首先整一堆片儿汤话，讲背景，什么什么问题很重要，影响着国计民生，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它。再罗列前辈们都做了啥，并且鄙视他们居然如此菜鸡，居然都没有注意到叉问题。然后呢，我对叉问题展开了研究，并且发现种种诡异且伟大的现象。结论：我的研究宇宙第一优秀，欢迎大家都用我的方法继续研究。在搭框架的时候，我们必不可免的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啊，就是看文献。为什么看呢？就是要把研究背景还有现状这些废话给填满，包括要看一下别人怎么做的实验，怎么分析的，来制定我们的实验方案和方法。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看文献的方法和技巧啊。首先，我用的是 UPDF 这个软件，它有个好处呢，就是不仅能读 PDF， 像知网的 CAJ 文件它也能打开，就不用下专门的阅读器了。那读文献的第一步，大家记住啊，不要逐字逐句读，太慢了。任何一篇文献，我们最好都是先看标题摘要，就脑子里先知道个大概，并且迅速判断出它的研究方向符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是否值得读。比如我这篇文章，它是整体综述了一下烹饪对肉类多种理化性质的影响。那我引言部分，对吧？我这篇文章大概也要写烹饪相关的东西。那好，那这篇文章有价值，我们就继续深入挖。很多同学面对英文文献会很头疼啊，这也很正常，毕竟是另外一门语言。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 UPDF 的翻译功能，一键翻译，直接在当下就能转换成中文，完全不需要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你甚至可以使用全文翻译功能，将整篇文献转换成中文，并且通过交叉插入再双页阅读，这样左边是原文，右边是翻译，读起来就轻松很多，大大降低理解门槛。好，通过摘要我们知道这篇文章研究了烹饪对肉的3个关键性质的影响，分别是质地啊、烹饪损失和微生物的量。那下一步一般来说就是去读结论，去看一下总结一下这3方面具体怎么被影响的。但是这篇文件呢比较特殊，它没有写结论这一章，那我们就可以点开右下角的 AI 助手，直接让 AI 总结全篇，只需要几秒钟，我们就可以迅速得到全文的核心内容、实验结论，甚至还能一键生成思维导图，阅读效率嘎嘎高。好，大部分用来填充研究现状的文献，这样速度一下够了。但是对于那些跟我们研究点非常接近、参考价值非常高的文献，就还需要精读。那精读我的经验是先看小标题啊，先在脑海中划分框架，先弄清楚每一段它大概讲了些什么，然后再定位到具体段落，用 UPDF 翻译，或者让它直接总结给你，快速 get 研究细节。比如这里我们知道肉的烹饪损失主要源于水分的散失，而且肉的质地变化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的变化。想要进一步了解温度对肉的理化性质的影响，我们还可以直接对 AI 提问，让 AI 总结具体的影响范围，甚至还可以截图文中的图表，让 AI 解释图表的含义，理解起来就很方便了。看英文文献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啊，就是很多学术词汇它很生僻，我们不懂。比如这里烹饪损失，这是一个直译的词呢，到底啥意思呢？不懂大家别慌，直接选中并且解释，就能快速 get 丰富并且详尽的示意和例子，用高亮和注释标注在旁边，下次再看也不会遗忘。电脑标注不方便，还可以上传到云端，在 iPad 上用手写笔勾画标注，大大降低阅读难度。好，那成文具体怎么快速写呢？首先第一个大家注意，还是你得脑子里有框架有逻辑。就很多人他在罗列参考文献，大家发现了，或者是他把别人文章里的综述抄过来啊 ，Ctrl+C、Ctrl+V， 然后再改吧，然后最后一查中全被飘红。来，有样的同学把一样两个字打得跟不上，你不能这么着，还是你要先有个逻辑线，把你要说的东西给穿起来。文献是用来佐证你说的东西正确的一些证据。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跟老师讨论了要研究海水炖豆角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就要先概述一下食盐的加工运输流程，对吧？表明它本来就是从海水中来的，加工成本多少，会占很大的面积，不够经济划算，引起篇文献。下一步的逻辑去论证直接加海水的优越性，比如说很多居民家就住海边啊，原料非常易得，很多人的饮食结构呢单一，缺乏无结合各种微量元素。研究表明海水中微量元素丰富，因此具备替代食盐的可行性。引一堆文献，又因为很多人没把豆角炖熟，好好的菜整成了赛农药，而海水的沸点比正常的纯水高，更有利于把豆角炖熟。引一堆文献，再往后淡水资源非常珍贵，对吧？很多地区缺水，引一篇文献，海水替代法预计可以节约多少淡水，对于国计民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然我这里略有夸张大家领会精神，就是要构建出你的研究影响着国计民生，不研究就会死的那种很重要的感觉，然后呢用参考文献来论证。第二点，多放图，没事就插一张图，用图片去表述你的技术路线呀、研究方式啊、设备结构啊这些信息。图片的作用，第一个占篇幅，对吧？把屁大点事弄得五彩斑斓，还能让你的页数更多一些。第二个，大家在写研究进展的时候，可以使用 UPDF 里面的编辑功能，把文献中的图提取出来，这样既能多些篇幅，又能让你的叙述更加清晰直观，解决了讲半天读者看不懂的问题。当然记得引用和申请版权，不好申请的话也可以自己画个图，反正只要清晰直观，方便表述即可。第三，具
拒绝大白话，学会语言的艺术。一句话总结就是用华丽的学术黑话把屁大点事儿说的牛逼哄哄的效果。比如说看孙老师的视频下饭，我炫了一锅炖豆角加2碗米饭。孙老师是由俊美皮囊包裹的多种物质结缔组织构成的有自主意识的固液气3项有机化合物。视频是通过光信号捕捉器及收音设备生成的连续性图像，通过刺激视网膜及鼓膜达到多物理场耦合信息传递作用。炖豆角是马铃薯、炝豆、猪肉、油盐、味精、固液2项有机化合物。米饭是清理龙骨粘米高温烹煮至水分充分吸收后的可食用稻米。所以刚刚那句话就可以用学术语言扩解成下面这样，建议大家熟读背诵，举一反三。留个作业，欢迎大家把我今天吃了2斤黄酒不加1滴水炖出来的肘子好好吃啊扩解成学术语言，可以抛在评论区相互学习交流鉴赏。好，最后一点，使用潜台词，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叉叉学者在1936年的研究指出，导师就这个研究方向我没得选择，只好找2篇跟我方向一样的我也没咋看过的文献来论证一下必要性了。由实验结果可知，本文研究的 A 和 B 呈显著正相关性。我做了快1万组实验了，终于这一组找到一点规律。与之对应 C 和 D 相关性较差，实验曲线就有显著的随时间波动特征，完全找不到规律，实在没得办法，我快疯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大家好，我要开始瞎编了。受研究时间和实验条件的限制，以下为未来科研探索的重点。我编不下去了，太菜了，这课题就不是正常人干的，兄弟们自求多福。感谢实验室李师兄的倾力指导和帮助，师兄牛逼，我是抱大腿的。感谢我的导师，您的教诲学生谨记在心。感谢心地善良且心理强大的老师，居然没被我气死，谢不杀之恩。好，到这儿我就把如何快速写完本硕毕业论文的技巧分享的差不多了，大家可以打个分，0到5分，你觉得值几分？然后最后呢，我再唠叨几个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就是多汇报，就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卡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你想快一点，你的杂事太多了，那你就多汇报，让导师帮你定夺。就是很多事情啊，确实其实我们可以去自己研究的，但这个研究花大量的时间成本，比如说做实验去试错，或者是看文献。如果你时间紧张，你就不要脸了，你知道吧？你就去问师兄、问师姐、问老师，到处去堵老师。我写论文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时要实习，没太多时间了，我就把自己在互联网学那一套项目管理的方式用在了写论文上，就是不要脸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扒老师问，就问，然后老师指点以后节约了我很多时间成本。所以第一个，大家时间不够，记得多问。第二是先做实验，数据 ready 了，你成文是很快的，数据不行，你怎么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个，格式，千万注意格式。论文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死穴，就是一旦你格式出了问题，这个叫态度问题，知道吧？它跟别的东西不太一样，别的东西可能大家重要的是内容啊，你内容很好，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奖项很多，你科研成果很好，那你其他的东西有点小瑕疵都很正常，但论文就不是，论文一定要完美。就是格式上不能有任何瑕疵，你有一个错别字都不行，你排版没有排好，这个东西叫态度不行，这个东西你可能是真的会被盲审会被挂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排好格式。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复制粘贴，来大家遇到过查重问题的或者苦恼查重问题的，可以把真实2个字打在公屏上。我跟你说，你为什么飘红，就是因为你老复制粘贴，然后你再改吧，这种铁飘红的，你只要每个字都自己写，我亲测过，每一个字自己手敲上去的，没有超过，你查重就不会遇到问题。大不了你就用废话文学嘛，我告诉大家一个降重小技巧，废话文学，把一句话颠过来倒过去的说就可以降重。比如说我吃生豆角中毒了，你可以改写成中毒的原因是吃了没有煮熟的豆角，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我们的扩写大法把它扩写成这样的废话文学，重复力就很容易下降啦。好的，本期视频到这儿结束了，祝愿大家 offer 多多，论文顺利通过。如果你在阅读文献、查阅文献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欢迎大家点评论区链接去下载 UPDF 这个软件，然后去体验它的强大功能，来更高效的阅读和查阅文献，帮助自己更快更好的写好论文。好，我是小孙，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啦。